12枚火箭弹迅速划破长空，直奔隐藏在海中的美国潜艇。原来俄罗斯爆发内乱，国防部长绑架俄总统，准备挑起新的世界大战。美国动用海陆空协同作战，勇闯俄罗斯海军基地营救俄总统。俗话说得好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。其实，在几小时前，俄罗斯巴伦支海的冰川下，一艘俄国的阿库拉级核潜艇在海下巡逻，而它背后悄然跟着一艘美国核潜艇。突然一声巨响，核潜艇发生爆炸，而美国潜艇被鱼雷锁定，发射地点竟是自己的正上方。巨大的火焰伴随着爆炸而喷射，2艘核潜艇就此消失在海中。很快，消息传到了米国五角大楼。由于潜艇是在俄罗斯海域消失，所以必须派出一艘能快速战斗的潜艇。能完成这次任务的只有经验丰富的舰长乔戈，毕竟他已经成功拯救过2次总统。随后，他们驾驶着阿肯色号，在蔚蓝的大海上行驶，如同海上霸主一般来到圣海湾。乔戈让队友发射海底探测器，很快仪器就找到了被摧毁的米国潜艇，它的尾部断裂已经成了残骸，潜艇周围漂浮着大片的尸体，很明显是被鱼雷击中损毁。乔戈看到此情景，开始紧张起来，命令全员进入战斗状态。这时，探测员检测到有不明物体在附近，并判断出有潜艇在瞄准他们。果不其然，一艘核潜艇就藏在他们头顶的冰层下方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对方的2枚鱼雷激射而出，向乔戈的潜艇逼近。乔戈赶紧下令发射鱼雷诱导，鱼雷暂时发生了轨迹偏移，摆脱对方攻击后，乔戈选择以牙还牙，用鱼雷还击。但是敌方停靠在冰山缝隙处，信号干扰太过强烈，一时间无法发现目标。发射的鱼雷从潜艇擦肩而过，并没有命中。乔戈立马命令操作员掉头，重新调整深度和角度，从侧翼迂回搜索，终于成功找到潜艇。可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，对方发射的鱼雷重新又锁定了他们。乔戈命令潜艇迅速下潜，把鱼雷引到美潜艇残骸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乔戈突然一个满舵，又改变潜艇方向，成功将鱼雷引爆，总算是全身而退。怎知此时声纳员听到了海底的敲击声，3长2短的求救信号，说明潜艇内还有幸存者。乔戈再次放出探测器进行搜寻，果然在前方发现了俄军核潜艇残骸。但让人疑惑的是，这艘潜艇的爆炸位置是由内向外的，说明该潜艇是从内部爆炸。更诡异的是，潜艇的鱼雷舱处于关闭状态，这也说明了美军潜艇并没有对其攻击。一脸疑惑的乔戈派出救生艇前去营救幸存者，他们成功从里面救出3人，一名老艇长和2名俄罗斯海军。与此同时，五角大楼得知潜艇遭到攻击，国防部长立刻下令进入战备状态，并且调动北大西洋航母作战群，浩浩荡荡地驶入俄罗斯海域。俄方也不甘示弱，下令出动北方舰队准备迎接战。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一触即发。导弹攻击目标是美国阿肯色号核潜艇，但是更离奇的是，米国派出4名海豹突击队员去拯救俄罗斯总统。普大帝看到这里会不会感动到？其实就在2小时，俄罗斯国防部长老杜看不惯米国的霸道，准备强行发动战争囚禁俄总统，那样美国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五角大楼知道这些事情后，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战争，赶紧通知总统召开紧急会议，研究决定派出4人小队前去营救俄罗斯总统。你没有听错，只有4个人。此时出动的4名海豹队员要穿越雷电区潜入俄国境内，即便九死一生，他们也别无选择。怎知刚开始任务，其中1名士兵就被雷电击中，身体瞬间失控。队长连忙冲到他身边，帮他打开降落伞。好在最后平稳着陆。他们迅速来到俄军军事基地，然后释放出小型潜艇进行侦察，这样五角大楼内可以监控到实时画面。而此时，俄罗斯国防部长老杜将自家的总统囚禁，又准备将枪决的保镖扔入海中。此时想要营救，需要有核潜艇的接应，于是上级命令乔戈带领潜艇进入俄罗斯海军基地，从水下接应营救行动的队员。但上级不知道的是，俄罗斯内海布满水雷和声呐，踏进去一步就等同于自杀。但乔戈迫于上级的压力，只得求助于之前救上来的俄艇长和2名海军，希望他们可以协助进入俄基地海域。但是老艇长以为乔戈在骗他，毕竟这是米国惯用的套路。没办法的乔戈拿出了之前潜艇受损的相片，证明俄潜艇遭到攻击是由内部引发，还把俄总统被国防部长囚禁的事一并告知。老艇长得知一切简直不敢相信，但他敢肯定这是内部人员的阴谋，于是决定和乔戈联手救回自己总统。紧接着在老艇长的指挥下，他们有惊无险地穿越死亡之海，来到俄基地海域附近。而地面上的4名海豹突击特种兵也对俄总统展开了营救。他们在海边遇到了那个被扔下海的保镖，等说明情况后，直接带领4人来到关押总统的基地。他们先是解决了站岗的守卫，然后将屋内的看守人员逐一爆头，并用小型爆破炸弹炸开关押的房门。2人在门口进行火力压制，剩下2人开始营救总统。怎知过程中其中1人不幸中弹，剩下士兵只能用绳索将总统从高处坠下，而保镖为了掩护选择同归于尽。存活下来的2名特种兵带着总统躲在一个反斜坡上，对方疯狂的火力压制让人抬不起头。就在无法破局俄情况下，对方的机枪手突然被一枪爆头
原来是之前跳伞受伤的队友前来支援。随后他在丛林中手持狙击枪，精准地解决掉追兵。剩下2名队员趁机带着俄总统来到海边，正好此时乔哥带领的营救潜艇及时赶到，特种兵带领俄总统跳入水中，其中1名队员不幸中弹葬身大海。得知总统被米国潜艇救走后，愤怒的俄国防部长直接下达命令，派出驱逐舰封锁摩尔曼斯克港湾，对米国的核潜艇进行摧毁。自家导弹向自家总统射去，俄总统听了都脑瓜子疼。然而更好笑的是，营救他的人是米国的海豹突击队员，他们带领总统跳入水中。乔哥立刻派出搜救艇前往接应，一颗接一颗的导弹在身边爆炸，虽然没有直接命中，但巨大的余波让水下接应的潜艇摇摇欲坠。而此时上方的驱逐舰直接又补发了一颗鱼雷，老乔准备发射反制导弹，可当他看到俄艇长时放弃了，因为整个驱逐舰上全是他一手带出来的精英。随后释放干扰剂，成功的拦下了1枚鱼雷，接着迅速潜入海底，激起巨大的淤泥来阻拦另一颗。而此时上方的俄驱逐舰还在疯狂寻找搜寻，无路可走的乔哥决定冒险一试。他们来到信号区，让俄艇长接通上方的驱逐舰，他精准地说出驱逐舰上每一个战士的名字，然后命令他们不要开火。接着阿肯色号浮出海面，出现在驱逐舰面前。俄方舰长看着这一幕当场吓懵。就在这时，广播里传出俄罗斯总统的声音，船员们不敢再进攻，眼看驱逐舰迟迟不动手，俄国防部长直接出动对海导弹对准潜艇，而潜艇也打开战斧导弹发射。虽然战斧可以拦击导弹，可一旦发射，不敢保证旁边的驱逐舰不会向城市攻击。此时岸上数枚导弹向潜艇袭去，乔哥迟迟没有下令采取对抗，最终他选择放弃拦截。可是3秒后，导弹即将命中潜艇，眼看导弹就要接近目标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驱逐舰进防火炮袭来，成功拦截导弹的袭击。乔哥他们算是有惊无险。紧接着驱逐舰发射2枚导弹，目标正是海军基地指挥部。随着基地指挥部的爆炸，国防部长难逃厄运，次2国联合营救行动彻底结束。2国在潜艇上进行人员交接，最后他们将俄总统送回国，也将2名本国的特遣队员接回。而米国人的天马行空，连普大帝都敢揪的脑洞属实可笑，掩盖不了他们对战争的狂热。无论是米方还是俄方，都是一样存在的，敌我双方一样有希望世界和平的存在，也一样有希望打起第3次世界大战的存在。大家各为其主，但是美国人拍的电影总是拥有一贯的美帝中心主义。目前大部分的人打着人权、民主、和平的旗帜，实则就是维护自身霸权，稳住食物链顶端的私心，在世界各地制造冲突矛盾。